我在外地出差，楼下邻居打电话来说我家漏水把他家淹了，张口就要我赔60万。可这房子我6年前就卖了。不可能啊，我家没人。你家水哗哗往下流，还敢狡辩？石膏板、腻子、新买的水晶灯全完了，你他妈还敢说不可能？地址、房号：长青小区3栋，我住601，你家701，你叫陈辉。你先别激动，我家没人，没人水自己流的，你家闹鬼啊？长青小区701那套房，6年前我就卖了，过户手续办得也快。从法律上那房子早就不是我的，买家是个投资客，说短期不会住就当毛坯放着。你确定是701漏水？废话，物业刚来看过，水就是从你家卫生间地漏那位置渗下来的，整个房顶都湿透了。你让物业经理直接联系我。我没给他继续咆哮的机会，直接挂了电话。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建筑数据，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直觉告诉我事情不简单。我点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号码。小张，帮我查个事，长青小区3栋701，现在的产权人是谁？小张是我之前的助理，现在自己开了个房产中介公司。不到5分钟，小张的电话打了回来。辉哥，查到了，业主姓名叫孙平，6年前从您名下过的户。好，谢了。孙平就是那个投资客，房子确实不是我的。那个自称楼下的男人李强，要么是找错了人，要么就是故意在找我。可他为什么找我？图什么？钱吗？手机再次响起，还是那个陌生号码。陈辉，你什么意思？挂我电话？我说了，让物业联系我。物业算个屁，这是你跟我之间的事。李强，你现在有3个选择：第一，报警，让警察来处理；第二，去找真正的业主孙平；第三，闭嘴，等物业王经理联系我。对面沉默了，大概没料到我这么平静。好，你等着，我这就让物业给你打。电话挂断后，我打开订票软件，查了下最近回程的航班。不管李强想干什么，这浑水我必须回去亲自趟一趟。他已经不是我的资产，但他牵扯到了我的名字，这就够了。等了大概10分钟，物业王经理打来了电话。陈先生，您好，我是长青小区的王海。陈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您家701漏水，把601给淹了。您看。王经理，长话短说，那套房子我6年前就卖给一个叫孙平的人了，理论上这件事跟我无关。王海在电话那头明显愣住了。可我们这边的业主信息登记一直都是您啊。是的，买家可能没来得及更新，但产权已经变更，这是事实。你们物业有疏漏。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可现在我们联系不上这个孙平，电话是空号，701的水还在漏。601的业主李强情绪很激动，在物业中心又吵又闹。我们这李强怎么说？他坚持这房子就是您的，要求我们必须联系您解决，还说如果您不出现，他就自己找人把701的门砸了。砸门？事情正在往失控的方向发展。虽然房子不是我的，但如果真被人砸了，后续扯皮会更麻烦。那个孙平找不到人，最后还得落到我这个前业主头上。王经理，我现在授权给你们，为了避免损失扩大，你们可以请专业的开锁公司把701的门打开，关闭总水阀，所有费用我先垫付。这陈先生，这不合规矩啊！万一出了任何问题，我来负责。全程录像保留证据，李强必须在场作为见证人。挂了电话，我立刻订了那张晚上10点的机票，凌晨1点就可以到达。此时我心里已经勾勒出好几个可能性。1. 孙平把房子租出去了，租客忘了关水，但物业没租客信息，不合理。2. 孙平又把房子转卖了，新业主没更新信息。3. 也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有人非法侵占了这套房子。这个念头一闪过，我自己都觉得荒唐。时间1分1秒过去，1个小时后，王海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的声音混杂着震惊和恐惧的颤抖。陈先生，门开了，水阀也关了。那就好，后续损失评估你们跟李强对接，联系孙平处理。不是，陈先生，您最好还是亲自回来一趟。到底怎么了？说清楚。电话那头是一阵死寂，只能听到王海粗重的呼吸声，旁边李强似乎也安静了下来，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陈先生，这房子不是毛坯房，房子里装修的非常豪华，欧式风格，大理石地面，水晶吊灯，跟601的装修一模一样，但是现在全被水泡了。我瞬间坐直了身体。装修了，还跟楼下一样？不可能，我卖的时候就是水泥墙、水泥地。是真的，陈先生，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看样子里面一直有人住。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我脑中炸开。一直有人住，孙平把房子装修租给别人了，可为什么物业和他本人都毫不知情？陈先生，还有个事，撬开门锁的那一刻，我们都闻到了一股味道，一股煤气的味道，所以我们已经报警了。煤气这2个字像一颗钉子瞬间钉进我的脑子里，水管爆裂，满屋是水，煤气阀门开着，一个装修豪华却又处处透着诡异的密室。警察怎么说？
警察已经到了，正在现场勘查。他们封锁了楼道，李强他被叫去做笔录了。这事儿好像闹大了。何止是闹大了，这根本就是一桩潜在的刑事案件。如果不是漏水，如果不是李强闹着要撬门，当屋里的煤气浓度达到一个临界点，任何一个微小的火花，整栋楼都可能上天。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马上回去。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我的预想，从一个民事纠纷迅速升级成一个悬疑剧。谁住在里面？他为什么要开煤气？意外还是故意？他现在人又在哪里？还有李强，那个从一开始就咋咋呼呼的男人，他真的只是一个被淹了房子的倒霉蛋吗？跟601的装修一模一样。世界上有这样巧合的事，两户不相干的邻居选择了同一种昂贵的欧式装修风格，除非这两户本就不是不相干。要解开这个局，核心突破口不在警察，也不在那个失联的孙平，而在李强。一个计划的雏形在我心里慢慢浮现。凌晨2点，我终于到了长青小区3栋楼下。我跟着中年警察走上楼，楼道里弥漫着某种化学制品的味道，越往上走味道越浓。踏进了那扇阔别了6年的门，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呼吸停滞了1秒。这不是我记忆中的701，我卖掉的那个家是简单的白墙和水泥地，而眼前的是一个被洪水冲垮的宫殿。我像一个陌生的闯入者，这里没有一丝一毫属于我的痕迹。你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6年前交房那天。这6年来，你和房主孙平有过联系吗？没有，他付了全款，我们办完过户就再也没联系过。也就是说，你对这里变成这个样子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刘队点点头，似乎并不意外。他指了指客厅角落里一个围起来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屋主的个人物品，身份证、钱包、手机。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李伟。李伟，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一阵喧哗。凭什么不让我进去？那是我家楼上，我得看看损失。你们警察了不起啊！李强脸上还带着不忿。当他看到站在客厅中央的我时，随即怒火烧得更旺了。陈辉，你总算肯露面了。好啊，你来看看，你家都成什么样了？把我新家淹成这样，这笔账怎么算？他指着我唾沫横飞，仿佛我是罪魁祸首。带他去601等着。我不走，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60万1分都不能少。刘队，我建议你们查一下这位李强先生，他是怎么在6年后还能如此精准地拿到我的私人电话号码的？我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李强的叫嚣声戛然而止，刘队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像刀子一样扎向李强。李强才的嚣张跋扈，瞬间转为一种被戳穿谎言的慌乱。我是从物业那要的，他们登记的就是你的名字。我没理他，而是转向一旁的王经理。王经理，你们物业公司的规定是允许把业主的私人联系方式随意透露给其他人的吗？尤其是在对方索要巨额赔偿的情况下。王海被我点名，吓得一个哆嗦。没有，绝对没有。我们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是他自己报出您的电话号码，让我们核对是不是业主。整个房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刘队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把李强带到旁边房间，单独问话。刘队，我冤枉了，我就是个受害者。看来这位楼下的邻居知道的事情不少，他知道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多。刘队，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几件事：第一，这套房子被人非法侵占了；第二，侵占者不是房主孙平，而是一个叫李伟的人；第三，这位自称受害者的李强先生从一开始就在撒谎，他的目的是冲着我来的。我条理分明地分析着，大脑前所未有的清醒。60万，这不是一个普通邻里纠纷该有的索赔金额，这是一个经过设计的数字，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巨大的压力，逼我这个远在外地的前业主为了息事宁人而花钱消灾。你的分析有道理，他大概以为你对房产的现状不了解，又急于摆脱麻烦，会选择最快的方式解决。我们正说着，一个年轻的警员快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部证物袋装着的手机。刘队，技术队把这部手机的锁解开了，属于那个叫李伟的。我们在他的通话记录里发现了一个频繁联系的号码，是谁的？年轻警员看了一眼手里的记录，又抬头看了一眼门外李强被带走的方向，正是楼下的业主李强。而且我们在手机的相册里发现了很多这里的自拍照，照片里李伟穿着睡衣，背景就是这套欧式装修。最早的一张拍摄时间是5年前。5年，也就是说，在我卖掉房子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这个叫李伟的人就已经鸠占鹊巢，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而且一住就是5年。真正的业主孙平静对此毫不知情。一个又一个谜团，像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继续查这个李伟和李强的社会关系。另外，立刻对李伟进行网上追讨。一个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陈先生，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你需要跟我们回局里做一份详细的笔录。应该的。不过在去之前，我想问下煤气的勘查结果。提到这个，刘队的表情严肃了起来。厨房的煤气软管有2道非常整齐的切口，不是老化爆裂，
是人为割开的。人为割开这4个字，让整件事的性质再次发生了质变。漏水淹了楼下可能是意外，非法侵占是民事加轻微刑事的纠纷，但割开煤气管这就是蓄意。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这个叫李伟的人身上背着更大的秘密。跟着刘队下了楼，坐上警车，到了派出所已经是凌晨4点。我将6年前卖房的经过巨细靡遗的全部复述了一遍。你确定那个孙平当时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联系方式或者住址吗？他是个投资客，很谨慎。合同上留的电话，我后来打过，已经是空号了，地址也是一个公司的地址。后来那公司也注销了。走出询问室，刘队正在外面等我。辛苦了，初步结果出来了，李强招了。他和李伟是亲兄弟，这个答案在我预料之中，却依然让我感到一阵恶寒。好一出兄弟联手的好戏。根据李强的供述，李伟5年前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在外面混不下去。李强知道701一直空着，房主孙平也找不到人，就动了歪脑筋，搞了把备用钥匙，让他弟弟住了进去。装修也是他们搞的？是，李强这几年做装修生意赚了点钱，也是存着炫耀的心思。2兄弟住楼上楼下，搞一样的豪华装修，说出去有面子，真是可笑又可悲的虚荣心。那这次漏水是怎么回事？意外，李伟昨晚喝多了，忘了关浴室的水龙头，浴缸溢水，加上地漏有点堵，水就渗下去了。李强发现自家被淹，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看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所以他想到了我。他以为你在国外，对房子的事肯定不清楚。他的算盘是利用物业登记的旧信息，死死咬住你这个前业主，跟你狮子大开口要60万，他们兄弟俩就赚大了。如果最后查到房子不是你的，他也可以推脱说是物业信息错误导致的一场误会，怎么算他都不亏。好一个如意算盘，把所有人都当傻子。他没想到你会这么冷静，更没想到你会直接授权物业撬门。他弟弟李伟在水淹了屋子之后就失踪了，而且还割开了煤气管。李伟人呢？我们正在追踪他的去向。他昨晚11点左右离开了小区，上了一辆出租车，在城西客运站下的车。城西客运站，那是通往外省的枢纽。刘队，这件事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求对他们2人依法严惩。我的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你放心，陈先生，这已经转为刑事案件，我们警方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另外，我们已经通过系统联系上了真正的业主孙平。他怎么说？他说在买下房子不到半年后，他就通过中介把房子又卖给了一个女人，他们签了合同付了款，但是一直没有去办理过户。我瞬间明白了这团乱麻的根源在哪里。那个女人把钱给了孙平，但只要没过户，这房子在法律上就跟他没有半点关系。孙平以为自己卖掉了，所以6年不闻不问。那个女人可能以为自己买下了，但她手里的只是一份购房合同，而不是代表物权的房产证。而李伟和李强2兄弟正是利用了这个长达6年信息断层，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鸠占鹊巢。他们赌的就是真正的业主谁都不会回来，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没错，孙平说他当年急着用钱，那个女人又是全款现金，双方图省事，就找了个小中介签了合同，约定回头再过户。一来二去，6年就过去了。这心也太大了，几十上百万的资产就这么不清不楚地扔在一边。大约早上7点半，刘队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脸色就变得异常严肃。找到了购房者的信息，而且发现了一个关联案件。什么案件？5年前他曾经报过警，说他被人抢了，抢走的东西就是那份购房合同和701的全套钥匙。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所有的迷雾。不是他不想过户，不是他对房子不闻不问，是他失去了过户的凭证，也失去了进入那套房子的权利。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监控也没拍到有效画面，成了一桩悬案。我和刘队上了车，直奔城南的一处老旧小区。警察同志，是又有什么事吗？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长青小区3栋701房产的一些情况。听到701 3个字，张兰的脸瞬间血色尽失，变得惨白。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女士，你先别激动，我们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5年前你报的抢劫案，现在有新线索了。张兰的动作停住了，她缓缓回过头，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你说什么？我们已经抓到了侵占你房子的人，现在需要你作为受害人，跟我们回去做一份笔录，指证他们。刘队的话打开了张兰尘封了5年的痛苦记忆，她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哭了足足有10分钟，张兰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警察同志，我跟你们走，那伙人他们毁了我的一切，就算是拼了这条命，我也要把他们送进监狱。
在去派出所的车上，张兰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故事。她当年买房几乎花光了半生积蓄，可就在她买下房子后不久，儿子骑电瓶车出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儿子在 ICU 里躺了2个月，每天都是天价的医疗费。为了救儿子，她想到了卖房，可房子没过户，中介说没法挂牌交易。她找到了一个放贷公司，对方说可以借给她30万，但要把合同和钥匙都押在那里。她别无选择，只能答应。我拿到钱的第2天就去交了住院费，可我没想到第3天他们就来催我还钱，说利滚利已经变成40万了。他们就威胁我要是再敢报警，或者再靠近那套房子一步，就让我见不到第2天的太阳。那个带头的男人是谁？张兰看着前方，眼神里充满了刻骨的恨意。我不认识他，但我记得他的脸，他右边眉毛上有一道很深的疤。刘队立刻安排人将眉毛有疤特征的放贷行业人员全部筛查了一遍，同时他再次提审了李强。认识他吗？李强看到照片，瞳孔猛地一缩，但立刻掩饰过去。不认识，谁呀？5年前，你从他手里拿走了长青小区701的购房合同和钥匙。李强的额头上瞬间渗出了冷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见过他。是吗？你的老板眉毛上是不是有道疤？这一句话彻底击溃了李强的心理防线，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在椅子上。面对刘队的连环追问，李强的精神彻底崩溃，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5年前，张兰找到他们，是李强亲自接待的。他看到张兰手里那份没有过户的购房合同，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们假意借钱给张兰，骗走了合同和钥匙，然后用暴力手段威胁张兰不许声张，强行将这套房子据为己有。由于房子无法过户和出售，刀疤坤就把它当成了一个灰色资产，偶尔用来招待客户，或者当成手下人的临时宿舍。李强的弟弟李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堂而皇之的住了进去，这套房子成了他们肆意妄为的乐园。直到那场意外的漏水，案子到这里基本已经水落石出。1个小时后，刀疤坤落网，逃亡到邻省的李伟被抓获。陈先生，这次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冷静和坚持，这桩案中案不知道还要被掩盖多久。我只是拿回属于我名字的清白而已。之后，我帮张兰请了一位律师，对这起侵占住宅的案件发起了诉讼。最终，法院判决由刀疤坤的公司赔偿张兰损失40万元，刀疤坤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李伟判处有期徒刑7年，李强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是春节前夕。快递员送来一个颇有分量的箱子，寄件人是张兰，里面是满满当当的用真空袋包装好的各种腊肉、香肠、风干鸡，都是当地的特产。在这些特产的最上面还有一份信：陈先生，谢谢您让家有了光，祝您新年快乐，万事顺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仿佛有千斤重。我拿着那封信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我的心里一片宁静。这个荒唐的故事终于结束了，而我的故事还将继续。